林峰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桌上是你的本金，1分不少，拿上钱走人。看我干什么，林老弟？退伍回来不容易，商铺你吃不下，吃不吃得下那是我的事。上个月的公开竞标，我合法合规拿下了这块商铺的使用权，白纸黑字签了合同，盖了公章。哎呦，合同！咱们现在讲究的是大局观。林峰，不是村里不讲信用，镇上刚下了新文件，这片区域要搞统一规划，你那个小商铺的规划不符合镇上的大方针。李村长，按合同办事，单方面违约，违约金怎么算？违约金？你还想要违约金？这是镇上的统一规划，退你本金已经是村里仁至义尽了，你别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好，这钱我拿走。哈哈哈哈！算你小子识相，拿着这笔钱，安安稳稳做点小买卖去吧。林老弟，走这么急干什么？各位乡亲父老都做个见证啊！我赵大川是个讲究人，虽然镇上规划收回了商铺，但我绝不能让咱们退伍回来的林老弟寒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这怎么能叫花招呢？你想留在村里做买卖，没地方可不行。你看黑窑崖上那座老灯塔怎么样？大川哥，你这不是消遣人吗？那破灯塔废弃都10年了，窗户连块完整的玻璃都没有。就是啊，平时连海鸟都不愿意在那搭窝，去那儿能干啥？天天在悬崖上喝西北风吗？还做买卖呢？我看去这儿当原始人还差不多。林老弟，那地方虽然破了点，但风景好啊，站得高看得远。你不是喜欢靠海吗？那里离海最近。这灯塔的产权在村里，我跟村长商量过了，作为你退出商铺的补偿，这灯塔租给你了，1年租金随便给点意思意思就行。怎么样，哥哥我够意思吧？林峰啊，大川这也是一片好心，那地方好歹是个能遮风挡雨的砖瓦房，你年轻人多吃点苦，自己修缮修饰也能用。那可是当年为了抵御10级以上海上风暴而采用高标准浇筑的军工级建筑，地势最高，地基深扎在岩石内部，那才是真正的风水宝地。租金多少？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林老弟真是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。租金1年100块，不能再少了。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面，里面的破铜烂铁你自己清理，漏水塌方我们概不负责。好，明天上午，村委会。我带钱去签合同，希望明天你们还能像今天这么大方。哎呦，林老弟挺准时啊！我说林峰，你对那悬崖上的破石头桩子还真是爱得深沉啊！30年，你是打算在那儿养老送终吗？1年100，30年就是3000块，钱我一次性付空，就在这儿。林峰啊，30年可不是小事儿，你要是中途后悔了，村里这租金可是不退的啊！白纸黑字，绝不后悔。为了保障双方权益，我加了一条特别约定。任何一方单方面违约，不仅要赔偿10倍的违约金，还要全额赔偿我在租赁期间产生的一切修缮和改造费用。修缮？就那破灯塔，你就算砸座金山进去，也是打水漂。哼！村长，给他签。这可是他自己非要送钱给咱们村里搞建设的，咱们可不能拦着人家干大事业啊！这稳赚不赔的买卖绝对不能飞了。灯塔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谁会去违约收回？行，既然你林峰有这个魄力，村里自然大力支持你。李村长，光签字不行，这属于集体资产租赁，必须按法定流程走。拿咱们村委会的大红公章来，每一页都要盖上起封章，彻底坐实产权，咱们谁也别给谁留麻烦。行，盖章就盖章。1式2份，你自己收好1份。林大老板，祝
祝你的灯塔生意兴隆啊！要是哪天夜里刮大风把屋顶掀了，可千万别来找我们哭鼻子。赵老板放心，我的灯塔连天塌下来都扛得住。同志您好，我申请办理黑罗崖灯塔的义务看护员官方备案。黑罗崖灯塔，同志你没开玩笑吧？那座灯塔10年前因为设备老化就废弃了，连个能遮风挡雨的屋顶都不全，你去申请看护那个干什么？不仅是看护，我已经和村委会签订了30年的合法租赁合同，我打算自费修缮它。小伙子，那地方可是悬崖边上，每年台风季，风浪能直接拍到2楼。你花自己的钱去修个废弃设施，图什么？那座灯塔虽然废弃，但主体是高标号水泥浇筑的，地基极稳。现在沿海渔船越来越多，到了极端天气，如果没有一盏高处的指路明灯，很容易出事故。村里搞开发只看重眼前的商业利益，看不得航胞灯就这么瞎在悬崖上。我修缮它，既是作为我私人的安身之处，也是想让它重新亮起来。好，林同志，你说的对，沿海安全无小事。这座灯塔虽然退出了主航道服务，但在极端天气下绝对能起到关键的应急作用。你稍等，我这就去请示领导为你加急办理。林同志，局领导对你的奉献精神非常赞赏。从今天起，你的名字就在咱们局里正式挂号了。这份文件你收好，但在极端天气下绝对能起到关键的应急作用。我必须提醒你，有了这个备案，那座灯塔就不单纯是你的私人租赁物了，它同时被重新纳入了海事局官方备用防选防灾设施的名单。徐干事，既然是官方备用设施，如果有人出于私怨或者想霸占地盘，企图暴力强拆，法律怎么定性？谁敢破坏海事局备案的官方航标和防汛设施，那是危害公共安全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，直接涉嫌寻衅滋事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，海警可以直接抓人的。你放心，有这份文件在，没人敢动你的灯塔一根汗毛。老板 ，C40 高标记防海水侵蚀水泥，先来50吨，还有国标加厚的重型钢钢，给我备齐300根。小兄弟，你没开玩笑吧？C40这玩意儿一般都是修跨海大桥、建大型海堤才用的高级货，抗钠抗压，价格比普通水泥贵了1倍不止。你买这么多是要去包什么国家级的大工程？不是大工程，自己修个沿海的房子。靠海太近，普通水泥扛不住几年的海水侵蚀，必须用高标号防腐蚀的。修自己的房子，那也用不着几百根重型钢柜啊！你这规格，别说防台风了，防地震都绰绰有余。你看看咱们附近村里盖2层小楼，用的可都是最便宜的轻型钢筋，大家都是能省则省。别人是别人，我是我，钱不是问题，东西必须保质保量。另外，我还需要定制一批防暴雨级别的钢板百叶窗，厚度至少要达到5毫米。每一扇都要带内侧防死锁的重型插销。兄弟，你这到底是盖海景房还是建银行超库啊？5毫米厚的钢板做窗户，那得多沉啊！平时连推都推不开。不需要推开，只要能透气通风。最重要的是，能绝对扛住重物撞击和12级以上的狂风。这是定金，所有的货今天下午必须装车，运到村里的黑楼崖。得嘞，老板你是个痛快人，我这就去给你调最硬的货，包你满意。我的乖乖，这是哪来的大卡车？拉的什么东西，把路都压出印子了？看那方向，好像是往黑洛崖那边开的。哼，那不是林峰租下的破灯塔吗？他买这么多铁疙瘩和水泥要干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哎呦我的妈呀，林峰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修碉堡准备打仗吗？这可是和平年代，海里没有敌人的鱼雷让你防。唉，你看看这外墙浇筑的半米厚啊，你知不知道这得多费料？这是高标号 C40 防海水侵蚀水泥。黑獠崖地势虽然高，但直面深海，
根据我的气象推算，今年有极大规律出现100年一遇的超强台风，普通穿墙根本承受不住12级以上강风带来的压强。半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是最低的安全底线。12级飓风，100年一遇，咱们这避风港50年都没见过10级以上的风，你拿天气预报来吓唬谁呢？大川哥说的对，真要是12级台风，海龙王都得搬家了。林峰，你今天有空去村中心看看，我那商铺正在改建全村最大的海鲜酒楼，我把1楼的墙全敲了，换成最洋气的大块落地玻璃，坐在1楼大厅就能看海景。再看看你这个，连个透气的窗户都不留，全用铁板封死。怎么，准备在里面当缩头乌龟吗？你砸了1楼的承重墙，什么承重不承重的，碍事我就砸了，不懂就别瞎掺和，我那叫通透。你这铁桶碉堡就留着你自己慢慢欣赏吧。乡亲们，走走走，咱们去镇上喝酒，别在这儿看了。外墙加快进度，明天开始安装底层的防盗大门和钢板百叶窗。老板，这几根柱子里全是主劲，要是全砸了，2楼的重量可就全压在边上了，这房子怕是不稳当啊！人家城里设计师说了，这叫全景敞开式空间，不砸了这些墙，我的落地大玻璃怎么装？我要让全村人都能无死角看海景。可是大川老板，咱们这毕竟是海边，万一起了台风，砸出了事算我的，工钱少不了你们的。你这是在自寻死路哟！这不是丢宝大王吗？怎么眼红我这海鲜酒楼了？看这视野比你那个黑铁桶强100倍吧？赵大川，1楼承柱墙是骨架，你把它们敲掉换成普通玻璃，2楼就变成了悬空结构，哪怕没台风，大点的浪拍过来，玻璃一碎，2楼立刻崩塌。少在这满嘴胡话！我盖房子赚钱的时候，你还在海里喝西北风呢！滚回你的灯塔去！言尽于此，建筑结构不会说谎。既然你喜欢通透，就祈祷老天爷别给你吹通透了。同志，我要实名举报一起严重的违规建筑案。胡闹！简直是拿人命开玩笑！这种结构一旦遇上强风，2楼立刻就会像个秤砣一样砸下来。小伙子，局里执法大队这几天去市里参加验收了，最快也要下周才能下乡核实。没关系，我理解，但我实名举报流程已走完，求官方依法留存档案，请在回执上盖个公章。林老板，这活干得我老骨头都快散脱了。您这哪是过日子啊？您这是在修银行仓库。结实是结实，可这屋里黑得像地窖，连海景都看不见，这不憋出病来？海景，当12级风卷起石头打在玻璃上，它就是子弹。这窗户不是用来透光的，是用来保命的。涂了3层军工级防水砂浆，一滴不漏。但我纳闷，村里有自来水，您搞这么大水池干啥？台风一来，生存断电，必断水寸电，海水倒灌会污染淡水，这水能保证我在彻底断联的情况下活下去。铜墙铁壁有了，接下来该填满它了。林同志，你确定没填错？压缩饼干50箱，脱水蔬菜20箱，还有工业柴油。你这是要办野战后勤库？孙经理，手续齐全。黑楼崖灯塔已备案为官方防汛设施，我以补给站名义采购，款项自止，手续合规。可你这量，够10多个人活几个月了。大晴天的，至于把肉罐头按吨买吗？有备无患。孙经理，我预定的高功率净水设备和手摇抽水泵到了吗？这玩意儿连泥沙和重金属都能滤掉，就是太贵。现在的自来水管满村都是，你买它干什么？台风一旦登陆，海流倒灌，水管线最容易瘫痪。真到了断水断粮、道路塌方的时候，这些铁根的就是命脉。行，你是专业的，听你的。但我提醒你，海边潮气大，你那老灯塔要是密封不好，这些纸箱几天就得发霉。放心，孙经理，我的灯塔里面连一滴雨水都进不去。
东南亚海域上空生成一股强烈热带气旋，预计未来几天将影响我国南部沿海地区。云墙极其厚实，风涌正在反常成型。气压断崖式下跌，不对劲。林同志啊，这么晚打电话，灯塔出状况了。徐干事，刚生成那个热带气旋，局里怎么评估的？专家看过了，还远着呢，顶多是个强热带风暴，下点雨就过去了。咱们这儿可是著名的避风港。数据不对劲儿，海表温度异常偏高，这是温床，它会爆发的。那依你看，能达到什么级别？保守估计，12级以上超强台风。徐干事，去翻天文日历，3天后是什么日子？3天后，农历15，天文大潮期。超强台风叠加天文大潮，海水会被推高10几米，海角村那个避风港会变成一个灌满海水的漏斗。林同志，你有把握吗？这如果大面积预警，是要惊动领导的。数据不会骗人。作为看护员，我已经尽到了观测义务，建议立刻启动最高级别防汛预案。风真的要来了。李村长，您可得多喝2杯啊！各位，今天吃好喝好，全场免单。什么承重墙，纯粹碍眼，砸了之后多亮堂。城里大老板都流行这种全景视野。大川啊，这落地大玻璃确实气派，整个镇上找不出第2家，大格局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家往那儿看，那就是咱们村碉堡大王林峰的豪宅。听说他把窗户都用钢板焊死了，真以为要打仗呢！哈哈。林峰，你就躲在你那个铁罐头里啃饼干吧。我们在这里喝酒，这就是差距。这风怎么突然这么大？预报不是说阵雨吗？哼，高级货，拿锤子都砸不碎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林峰，你大晚上的来广播室干嘛？气象异常，超强台风马上登陆。我是备案的义务看护员，现在必须动用喇叭进行紧急广播。全体海角村村民请注意，我是黑老崖灯塔官方备案看护员林峰。据气象数据与海洋流向推算，一场极具破坏力的超强台风正朝我市沿海逼近，且今夜恰逢天文大潮，风暴潮将引发严重的海水倒灌，避风港将不再安全。重复一遍，请处于低洼地带和简易房屋内的村民立刻停止一切聚集活动，带上必销物资，迅速向内陆高地撤离。这不是演习，请立刻撤离。林峰这个疯子，这里今天第1天开业，他拿个破喇叭在外面叫啥呢？反了他了，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！市民朋友们请注意，超强台风即将登陆，请立刻撤离。林峰，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？大川酒楼今天开业，你在这儿喊什么台风，什么撤离？你是存心想砸人家的买卖是不是？我看他就是眼红，自己待在那个破铁桶里没生意，就见不得别人发财。林峰，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。李村长，气压计在1小时内骤降了20百帕，海面正在出现异常的退潮，这是致命风暴潮来临前的绝对特征。我是履行官方看护员的职责，进行合法的灾害预警。少拿鸡毛当令箭！
我是这村里的村长，我说没台风就没台风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啊！你现在立刻给我回你的破灯塔去！就是，赶紧回你的金库里躲着去吧。乡亲们好不容易吃顿好的，轮得到你来扫兴？还超强台风，连个浪花我都没瞧见。当海水漫过你们头顶的时候，希望你们的骨头能像你们的嘴一样硬。什么东西？走，村长，咱们回去接着喝，别搅了咱们的局。狂欢与灾难往往只隔着一层夜色，大自然正在这片死寂中酝酿一场足以毁灭一切的灾难。咦，风怎么停了？水呢？海水怎么退得这么远？我的老天爷，这得是多大的潮啊！我活了50岁都没见过退这么干净的海。发财了！大伙儿快看啊，全是极品海货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天降横财啊！这都是老天爷给我这海鲜酒楼送的开业大礼，乡亲们赶紧回去拿桶拿网，谁捡上来的海货，我全按市场价收购，当场结账。大川老板，敞亮，快，回家拿水桶。林峰那个疯子，刚才还拿着大喇叭瞎喊超强台风，海水倒流。殊不知，这是给咱们发压锐钱呢。他现在躲在那个铁疙瘩里，估计肠子都悔青了。他躲着吧，这钱活该咱们赚。风暴前夕的平静，加上超强台风眼巨大的负压，把近海的海水全吸了过去。这退下去的每一滴水，待会儿都会变成10几米高的水墙砸回来的。来吧，发了！今天真是老天爷开眼，这只虾运到城里，少说也能卖上千块。乡亲们，麻利点儿，能拿多少拿多少。大川老板，你看天边那是啥？那是风吗？风，好大的风！台风真来了！快跑啊！水桥过来了！回酒楼，快，全往我的酒楼里跑！那里有玻璃挡着。救命啊！拉我一把，别踩我！瞎了，全黑了！大川，你在哪儿啊？别慌，都往酒牢里跑！酒牢里有防风大玻璃，进去就安全了。大家不要慌，快进来！赵大川，你以为你的玻璃能挡住自然的力量？好戏开场。在自然伟力面前，人类的傲慢总是显得可笑至极。真正的深渊才刚刚张开獠牙。别起，别起，踩着我脚了！我的妈呀，这风怎么这么大？这楼都在晃啊！赵大川，你这玻璃到底结不结实啊？外面黑咕隆咚的，怪吓人的！都给我闭嘴！慌什么慌？我这可是大几十万砸出来的海鲜酒楼，这玻璃是城里运来的高级防风玻璃，就算外面的风再刮大1倍，也绝对进不来一滴水。
大川啊，停电了，全村都停电了，这可咋整啊？刚才收音机里说这风可能要刮一整夜啊！停电就停电，咱们就在这大厅里将就一宿，等明天风停了，太阳一出来，咱们还得去捡海鲜呢。作为海事局备案的官方备用航标，在这个时候该履行他的义务了。光，哪来的光？来电了吗？是不是镇上派人来抢修了？不对，你们快看，光是从哪边打过来的？是林峰的那个废弃灯塔！不可能，全村的电线杆都砸断了，他哪来的电？他那个破铁桶怎么可能还会亮？林峰有发电机，他那里肯定很安全。那墙可是半米厚的水泥胶的，门也是铁的，比咱们这玻璃强10000倍。大川老板，咱们撑得住吗？都给我闭嘴！亮个破灯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这9楼稳如泰山，绝对塌不了。那到底是什么声音？海水倒灌了，海啸啊！没了，全没了！水漫上来了，快看路面！大川，水马上就要进来了，咱们这玻璃到底行不行啊？慌什么？我这地基打得高，水再涨也漫不进1楼。我这是定制加厚玻璃，还怕这点水？建筑结构被破坏，意味着失去了对抗外部压力的骨架。风吹不破，不代表水压不垮。赵大川，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物理法则吧。大川，你听见没有？玻璃在响，玻璃是不是裂了？这是正常形变，城里老板说了，这玻璃有韧性，能抗12级台风，绝对破不了。抗台风有什么用？现在外面是10几米深的海水倒灌，水压和风压能一样吗？快跑，往2楼跑！救命！上楼，快往2楼爬！别进，让我先上！别穿我裤子，滚开！2楼的地板承受不住几10个人的重量和狂风的拉扯了。大川，这楼是不是在晃啊？闭嘴！你别瞎说！2楼是实打实的砖滚结构，谁也不许乱跑！啥声音？是不是房顶要塌了？裂了，墙裂开了！怎么会这样？这怎么可能？承重墙全被砸了，下面空了，根本撑不住。赵大川，你赚钱不要命，别拉着我们垫背啊！在12级风切腹下拉扯，钢筋的强度已达极限。10秒，还剩10秒。大自然的惩罚总是这么准时。
救命啊！我不想死！大川，拉我一把，我不会水呀！松手啊！老板，抓住这个！没了，全没了！早知道就该听林峰的，咱们为什么不撤啊？闭嘴，留着点力气喘气吧。大川哥，水还在涨，风浪太大了。光是光，灯塔，林峰的灯塔一点事儿都没有。那地势最高，淹不到那里。大川，咱们游过去求求林峰，让他开门，放咱们进去。他敢不开门，咱们是干部和首富，快滑！大川，我快抓不住了。给我死死抓牢！村子，咱们的村子没了，没了，全完了。滑，顺着海浪的方向往黑礁崖滑。难怪他花那么多钱买水泥和重型钢。可是林峰会开门吗？咱们扯断了他的线，还让他滚，他敢不开？快滑！别趴着，底下的水还在往上涨，往上爬。大川，风太大了，我站不起来呀！这要是被吹下去，就没命了。抓稳，别拽我，要被你拽下去了。赶紧跟上，看清楚上面林峰的灯塔，只要到了大门前，咱们就得救了。真是奇怪了，连一根头发丝粗细的裂缝都没有，这到底是怎么灌注出来的？别管什么墙了，门，大川，找门，咱们快进去避雨，我要冻死了。大川哥，这是防爆门啊！林峰他疯了吗？在这悬崖上装这种门？林峰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开门，快给我开门！我是村里的首富赵大川，只要你开门让我们进去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开门啊！林峰啊，林同志，以前都是我们不对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救救我们吧！我们快被冻死了。砸吧，就算你们把手砸烂，也别想踏进这里一步。林峰，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我求求你了，这风太大了，底下的水还在涨，再不进去我们会被活活冻死的。林同志啊，以前都是大叔不好，大叔给你赔不是了。你看在咱们都是海角村乡亲的份上，你先把门开条缝，就一条缝就行啊。老板，他是不是听不见啊？这门太厚了，咱们喊破喉里面也听不见啊！不可能，他那个探照灯就是故意打开看我们笑话的，他绝对听得见。林峰，你要钱是不是？我给你钱，10万，不，50万，只要你让我进去避避风，明天天一亮我就把钱给你送来。好茶。林老板，只要你开门，你那30年的租金我全包了，以后村里你说了算，开门啊！当初强行违约收回商铺的时候，不是一口一个大局馆吗？嘲笑我砸钱修宝宝，骂我是疯子的时候，不是挺硬气吗？大川，他不说话，他是不是铁了心不管我们了啊？咱们可是村干部和企业家。林峰，你不开是吧？好，我自己砸开。
我就不信几块破铁板能挡得住我。大川哥，你要干嘛？找东西，石头、铁棍，哪怕是刚才海浪卷上来的废钢筋，都给我找！今天这门就是块生铁，老子也要把它砸出一个窟窿来！大川哥，这可是纯钢的呀，咱们这能砸得开吗？少废话，不砸开咱们都得交代在这儿。砸！他们就像是试图用牙齿咬开坦克的蚂蚁，疯狂的攻击在这个钢铁堡垒面前，显得可怜又可笑。想玩暴力破拆，那我就给你们留点合法的证据。门外的人听着，立刻停止你们的破坏行为！林峰，你终于说话了，你赶紧把门打开，快点儿！我严正警告，这里是我合法租金的私人领域，更是市海事局正式备案的防汛应急设施。官方设施？这灯塔什么时候成官方的了？你们的所作所为，我已通过监控录像实时取证。再重复一遍，禁止暴力破拆，否则一切法律后果及物理反弹伤害由你们自行承担。拿个破喇叭吓唬谁呢？无论如何也要把你这大门砸出一个窟窿！大川哥，再加把劲儿，只要把这门锁砸松动了，风一吹它自己就开了。哎呦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角铁啊！连个白印子都没砸出来。走开，让我来看我的！大川，别砸了，没用的。林峰买的是建跨海化大桥的材料啊，咱们就算在这砸成1年也砸不开，砸不开。咱们这是自作孽呀！林峰，我认输了，开个价吧。救救我！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，现在谈判的筹码已经完全掌握在我的手里。冷，好冷。大川哥，咱们是不是真的要交代在这儿了？光开了，窗户开了，林老弟，只要你开门，你想干什么我都答应。赵大川，李村长，打开大门，我的设备可能面临被破坏的风险，我没有任何义务为你们的愚蠢去承担这种风险。林同志，你不能这样啊！我求你救救我们！闭嘴！大自然在收人的时候从来不讲情面。不过，在这扇大门和2楼之间，我预留了一个缓冲隔离舱，虽然只有水泥地板，但足以当风避雨。行，水泥地板就行，只要能避风，去哪儿都行。林老板，你快开门吧！不急，开放隔离舱属于我，个人的紧急避险场地服务。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商业自救行为。我懂，你要多少钱？50万，我给你50万场地费，换我们3个人进舱门。赵老板果然是生意人，既然是商业自救，那咱们就明码标价，合法合规的把手续办了。林老板，你看我身上现在没钱，要不让我先进去，我给你打个白条，或者我写张支票。赵老板，你那新建的酒楼连着整个村子都泡在海底，在12级台风灾区，你的空头支票连张擦手纸都不如。把这协议签了，手印按了，隔离舱的门立刻为你敞开。大型拖网渔船合法转让协议，你要我的远洋船队？那3艘船是赵大丰的核心资产，因为停泊在深水港，他们完美避开了这场毁灭村子的风暴。那是我刚买的渔船，你让我拿一个远洋船队换你水泥地蹲1宿，你这是趁火打劫！赵老板，这可不是趁火打劫，签了，我立马开门；不签，到明天那3艘船依然会变成无主资产。大川哥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
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你快签吧，我真的快不行了。林峰同志，大难临头，你不仅不奉献，还趁机敲一笔。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有没有我这个村长了？看来外面的风还是不够大，李村长居然还有力气跟我在这里谈王法。林峰，你还有没有点良知？你现在居然敢在这节骨眼上谈条件！我命令你马上把门打开。等风停了，今天这事儿我还可以替你在镇领导面前兜着，否则我非得治你个罪。天职，良知，李村长，当我合法竞标的商铺被你们强行违约收回时，你讲过良知吗？那是镇上的统一规划。当赵大川砸断酒楼承重墙，我去实名举报，你却在酒桌上纵容他的时候，你讲过天职吗？当台风逼近，我拉响警报让全村撤离，你却为了酒楼的开业生意强行扯断我的广播线。那个时候，你的良知和天职在哪儿？我的天职是保护守法公民，不是给你们这些为了利益就毫无底线的人当保姆。你们自己造的孽，想用道德绑架让我买单。林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既然李村长觉得外面的风水好，那就留在这儿慢慢摆你的官威吧。祝你们好运。不，等等，林峰，你别关门啊！林峰，我签还不行吗？把合同给我！开门啊！我签，我要进隔离舱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林峰，林老板，我签，我全都签，你把门打开，把笔给我。赵老板，想通了？想通了，彻底想通了。3艘渔船，我换我们3个人进舱门，这买卖我做。林峰，你快把笔给我。我再确认一遍，这份大型拖网渔船合法转让协议是你自愿签署的，没有受到任何暴力胁迫，对吧？对，是我自愿的，绝无胁迫，全是我心甘情愿转让给你的。林老板，你录音，你赶紧录音。一直在录。签完了，林老板，我签完了。还有手印。画押了，林老板，你看，清清楚楚的指纹。协议生效。林老板，那现在能开门了吗？可以，但丑话说在前，我提供的是底层的缓冲隔离舱。进去之后，如果有人企图冲击2楼，我会立刻把你们扔进海里。听懂了，我们绝对老实，绝对不乱跑。后退。活了，咱们活下来了。赵老板，场地费你付了，这块地方现在归你们避险使用，但仅限于此。林老板，这水泥地实在太凉了，要不让我们上2楼去暖和暖和，哪怕给口热水喝也行啊。是啊，林同志，我这腿要冻掉了。你那2楼肯定有床铺被子，咱们挤一挤。绝不可能，商业交易讲究的是契约精神，你们买到的是避险场地，不是 VIP 套房。2楼是绝对的私人领地和机密重地，踏过这道门半步，协议立刻作废。可是这地板太冷了，我们会冻病的。能有一块没有水、吹不到风的干燥撞板躺着，已经很好了。嫌冷，你们随时可以出去。不出去，绝对不出去，我们就在这儿待着，哪儿也不去。台风还要持续3天，节省点体力，别大喊大叫，饿了渴了自己想办法。
我的物资只供应我自己。大川哥，风好像停了，停了，真的停了。林老板。阳光，出太阳啦！这是咱们的村子，全没了。造孽呀！咱们海角村50-60年的基业，就这么几天全毁了。建筑结构的承重底线一旦被突破，在自然灾害面前就是一堆散沙。赵大川，现在你还觉得半米厚的 C40高冰靠防腐水泥外墙是在打水漂吗？林老板，我服了。如果不是你这灯塔，我们3个早就在海里喂鱼了。船是救援船，有人来救我们了。看来，我的官方备用航标圆满完成了他的指路任务。他们的人动作还挺快。各位，风停了，接下来该算算咱们之间关于违建和破坏官方设施的法律账了。林峰同志，你没事吧？徐干事，辛苦了。灯塔主体结构完好，备用电源和通讯设备全天候运转正常。老弟，多亏了你的预警电话和喇叭，村民连夜撤离，要不然后果我都不敢想。这不是李村长和赵老板吗？你们既然听到预警，为什么不撤离，反而留在最危险的地方？徐干事，你要为我们做主。林峰趁火打劫，逼着赵老板签下渔船转让协议，他是敲诈勒索。对，长官，我那合同是被迫签的。徐干事，既然谈到了法律和定性，那咱们就用证据说话。这 U 盘里有录像备份，第一份是李村长 and 赵大川为了不影响酒楼开业，暴力扯断应急广播电连线的全过程。第二份是他们3人为了进门，试图暴力破拆官方避难设施灯塔防爆大门的高清录像。在12级台风期间切断应急广播，试图暴力破拆避难设施，你们简直是胆大包天！带走，移交公安机关立案调查。村里建筑全毁了，救援大部队马上到。我们需要一个有电能通讯的地方做指挥所。灯塔3台发电机正常工作，电台随时待命，随时接受国家调度。